我和闺蜜穿成了仙侠文里的两个窝囊废。她是天界太子的美貌侧妃，我是天界战神的娇软妾室。虽都不是正室，但也狐假虎威的过了500年。直到一位修仙奇才飞升上仙，太子古井无波的眼里现出惊艳之色，战神冷漠的眸子也微微颤动。哦豁，女主来了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你快瞧，那一人一妖又玩在一起了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两个窝囊废自然凑在一起。仙姬们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清凌凌的眸子落在我们身上，充满了嘲讽意味。我和陆江江早已习惯，旁若无人的继续在凉亭里啃烤鸡。你偷多少仙丹了？差不多，女主也快来了吧，我们该走嘞。我一边吃烤鸡一边口齿不清地说道。陆江江愤愤不平地把我手里最后一只鸡中翅抢了过去。你不是吃了一只吗？这只是我的。说着随手把乾坤袋丢在我手边。3000来颗吧，你看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偷一点。我也掏出一个袋子，我这也有2000多颗，要不你往那太子爷身上再摸摸，凑个8888，大吉大利。陆江江，你当那位太子爷是开批发市场的啊？5000颗仙丹也够咱们活个千秋万代了。他话刚说完，天外天忽然响起一阵悠远空灵的钟声，我们连鸡都顾不上吃了，猛地站起来。这是争鸣钟。原著里这钟已经5000多年没有响过，女主一飞升就接连响了整整3声，铮1声，铮2声，铮3声。女主终于来了。我和陆江江立刻拔腿飞跑向凌霄宝殿，那里已经仙山仙海，围得密不透风。我们俩从众仙家衣裙底下爬过去，终于进入内围。只见一白衣少女，衣带飘扬，目光凌冽，持剑站在其中，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天之娇女的桀骜之姿。一身金色祥云纹白衣的天界太子就站在人群的最前方，那双一向古井无波的眼睛此刻却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惊艳之色。而少女也毫不畏惧，目光稳稳地和太子桀方对视，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们2人。我摇头啧舌，你老公还挺会调情的。陆江江往另一边指了指，你老公也来了。我眼眸一抬，果然看见天界战神齐征身穿银白战甲，手持一杆冰魄枪，俊朗凌厉的脸庞还点着斑斑血迹。差点忘了，他好像说今天下界去封印魔兽了。这一身战损妆容，杀气腾腾中又透露出冰冷的破碎感，和那刚刚飞升的白衣少女结在一起，也是一幅虐恋情深的旷世奇画。有时候站在上帝视角，真的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主角。我和陆江江是一块在福利院长大的，穿进这本仙侠书的时候，我们俩还走散了，都以为只有自己穿进来了。我当时一睁开眼，正被人紧紧勒在怀里，脖子上刺痛不已，似乎有人在啃咬。后来才知道，我虽然身为凡人，但血质特殊，能治愈仙体。我在蛮荒之地遇见天界战神齐征，被他带回天界，成了他的专攻血包。我是在几年后的蟠桃会上发现江江的，他正十分怯懦地跟在天界太子身后，承受着众人对他的冷嘲热讽。他穿成了一只狐妖，穿过来时因为一时心软，就治了当时身受重伤的太子桀方。桀方说要报恩，于是把他带回天界，让他当了自己的侧妃。我们俩一个凡人，一个天生体弱的狐妖，根本无法从这天界逃出去。后来我们凑在一起一商量，估摸几百年后女主就会出现，我们干脆趁着这几年多收集一些仙丹，自己吃也好，下界卖也好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等女主一出现，我们必定被厌弃，到时候我们就携单而逃，想必也无人会在意。就在众仙家都忙着赞叹女主天人之姿时，我和陆江江趴在地上彼此对视，终于可以跑了。然而也不知为何，女主秦庄儿却注意到了我们2位仙家为何趴在地上。我俩一愣，随后众仙家灼灼的目光便烧了过来。战神齐征冷冽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不带任何情感，却莫名让我后脖子发紧。我俩尴尬地咳嗽2声，
互相搀扶着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裙子。有仙姬笑道：“你刚飞升不认识他们，这可是我们天界2个极有名的人物呢，不用辛苦修行，借着关系说上天就上天了。”太子和战神就站在那里听着，半点没有喝止的意思，甚至还都微微别过头，像是生怕被刚飞升的天之娇女知道，他俩就是我们界的关系。秦庄儿冷哼一声：“我生平最厌这种人，将天下勤苦修炼的道友们置于何地？”众仙家纷纷点头称是。陆江江暗地里冲我翻白眼，口型道：“我呸，搞得好像我们很爱来似的。”众仙家忙着拍他马屁，很快就把注意力从我们身上移开了。我和陆江江又偷偷爬了出去。我们在墙角跟开了个临时紧急会议，讨论如何引起太子和战神对我们的厌恶，然后成功逃离。回到战神殿，我侧身卧到软榻上，原本想等着齐征回来，朝他发一通脾气，结果左等右等没等到，把我等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我被齐征圈在怀里，灼热的鼻息喷洒在我耳侧，颈间刺痛不已。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被吸了500年的血，早疼习惯了。他吸着血，手还不安分，逐渐从腰间往上游走。我微微叹了口气，睡了他500年，感情多少也有点。但我陆生生从来不和别的女人分男人。我猛地一把推开他，满脸是泪地问道：“你喜欢那个秦庄儿，是吧？”齐征一愣，很快地蹙了蹙眉：“别闹了，我这次伤得不轻，过来。”我没听他的，反而光着脚跑出老远，声声控诉：“你根本就不爱我，那些仙姬嘲讽了我500年，从来不见你维护我，在你心里，我究竟算什么？”他身上隐隐笼罩起一层火红色的光芒，这是他发怒的前兆。我微微抖了抖：“你是我齐征的妾室，这就是你的身份，区区凡人之身，难道还肖想其他？”我整个人摇摇欲坠，喃喃道：“妾室，我不想做任何人的妾室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是可以嫁给一个凡人当正妻的。”他身上的红光更亮了一些，声音浑厚而具有穿透力：“我早就告诫过你，你该安分些。我齐征的正妻，绝不可能是一个毫无灵根的废物凡人。行了，别扯这些废话，快过来。”我像牵线木偶一般挪不过去，被他一把扯入怀中。当了将近1刻钟的血包后，他将一粒丸药塞进我嘴里。生生，他粗粝的手掌缓缓摩挲我的手指：“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以后不要随意提起秦庄，他刻苦修炼，天资卓越，是值得敬重的人，容不得你随意诋毁。”我落下一滴清泪：“齐征，你放我走吧。”他忽然勾起嘴角笑了笑：“生生，除非你死，否则永远别想离开我。”我心头一颤，咬着牙问道：“你不怕你未来的正妻介意我的存在吗？”他眸光微动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人，抱着我的手微微松开，嘴里说道：“到时候你自然会有你的去处。”他身上的血腥味在这一刻狠狠刺激我的神经，我瞳孔都放大了。完了，我好像预约到死亡了。我翻过太子宫的围墙，在侧殿找到江江的时候，他正坐在一堆废墟里哭。我过去拍了拍他：“喂，人都走了，你装给谁看？”陆江江哭得更大声了，用手指了指不远处，一双硕大的眼珠子正挂在上空。知道这太子变态，没想到这么变态，竟然放了双眼睛随时监视江江。我连忙抱着他一起哭：“江江啊，我们的命都好苦，这些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一边在他耳边道：“江江，齐征好像要杀我。”江江浑身抖了抖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桀芳也有要暗地软禁我的意思，这个死变态，看来只有一个法子了，死。”我们在目光交汇中达成一致。500年前，陆江江是一只被掏了内丹的狐妖，而我陆生生当时是一个毫无灵根、游走在蛮荒之地的凡人。可我俩吃了500年的仙丹，在天界吸了500年的仙气。陆江江的内丹虽然还没长出来，但是修为已经大涨。而我在给齐征当血包的时候，惊奇地发现他在吸我血的同时，我也正悄无声息地吸取他体内的灵力。如今的我自然也再不是当年那个凡人，我们已经有了穿越9重天回到下界的能力，只是太子和齐征一向看轻我们，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罢了。
离开前，我们决定最后再看一眼各自的老公。在天界各处找了一圈，我俩又凑一块了。因为太子和战神也凑一块，正陪着秦庄儿喝茶说笑呢。活了500年，我都没在齐征脸上看见过一丝笑容。原来人家只是不对着我笑啊。太子杰芳也笑着坐在一旁，还隐晦地表示他的天后母亲也很欣赏他。仙姬沏茶过来，正递了一杯过去，3只手都伸出去拿。那2人碰到秦庄儿的手，又触电一般收回。暧昧的情愫在这一刻达到顶峰。好家伙，搁着眼燃烧的冬天呢，都是有妾室有侧妃的人，装什么纯情小男生。陆江江看我一眼，行了，恶心到位，走吧。我拦住他，且慢。随后侧身站了出去，带着哭腔颤抖道：齐征，你在干什么？陆江江立刻明白，也哭着跑过去。殿下，我知道你的心里没有我，你若是想娶正妃，我走就是了，绝不碍你的眼。太子怒喝：江江，我是不是太宠着你了？齐征蹙眉，生生，你一个妾室，何故总是拎不清自己的身份？我俩像是风中摇曳的小白花，晃过来又晃过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去死。我俩各自哭着跑开了。只听得秦庄在背后冷嗤一声：二位还不快去哄哄，这般矫揉造作，装的也实属不易。那2位自然没有追过来，我们从容不迫地在天宫里一众仙姬的注视下走向了无望台。无望台直通下界，500年前的我们若是从此处跳下去，那估计东一块西一块，连尸骨都找不全。有仙姬嘲讽我们：瞧这俩装模作样的，想是嫉妒太子殿下和战神对庄儿上仙太好，在这里寻死觅活呢。仙姬们的笑声在我俩手拉手跳下去的一瞬间变成了惊叫声。之后天界怎么样就不太清楚了，反正是没人找过来，要不就是真以为我俩死了，要不就是根本不在意我俩的死活。我和江江在穿书前就是2个卷王，念书念到初2，院长就说没钱供了，我俩就出去打工，一人打3份。穿过来之前我俩都21岁，加起来已经有100万左右的存款了。我们那是4、5线城市，50万左右就能在市里买一套90平的房子。可就在我们揣着银行卡去看房的那天，穿书了。还好我们适应性超强，不仅装模作样在天界安然度过500年，如今还成功脱身。但这毕竟是个妖魔横行的仙侠世界，我们没底气觉得靠自己这点能力能在下界安全度日。故而一到凡间，我们就在深山老林里找了个隐秘处闭关修炼起来。这样的日子一晃过去了2000年，中间偶尔有2年我们会出去游玩散心，其余时间全都在刻苦修炼。也不知道是我们法门得当，还是真的天赋异禀，总归修炼过程算是突飞猛进。2000年整那一日，我忽然浑身一颤，似乎有10数道充裕的仙气猛然灌入我全身骨内，清寒之气令我浑身发颤，眼睫眉梢甚至凝结出寒霜。与此同时，我听见隔壁洞穴的陆江江突然极为痛苦地叫了一声，然而我浑身僵硬，全然不能动弹。就在我内心惶恐，生怕走火入魔时，身上的极寒忽然缓缓退去，一股极尽柔意的暖流开始在我全身蔓延。我很快能动了，一刻没敢耽误，忙朝隔壁洞穴冲过去。陆江江趴在地上，听见动静微微抬了抬眸子，深紫色的眸子里透出一种不敢置信的神色。生生，我的内丹好像突然回来了。话刚说完，他就眯着眼睛把我上下看了一遍。生生，你怎么长出仙骨了？仙骨多是天生，后天极难长成。我就是因为天生一副凡的不能再凡的凡骨，被齐征认定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凡人。可如今，我低头看看，那仙骨长在我身上，浑然天成，透出冰蓝色的辉光。还没等我想清楚，洞穴外忽然间电闪雷鸣，一道核爆之粗的深紫色火光猛地打在洞穴之外，几乎将整座山林劈成2半。我陡然一惊，这是飞升的天劫。江江也惊了，我俩一时间诡异的沉默。升得上仙而已，用得着这么粗的雷吗？江江看看我，你受得住不？我咽了咽口水，悬。江江也咽口水，我估计也悬。
话音刚落，那雷电猛地劈开了我们藏身的洞穴，天地黯然，乌云横布，篮子交错的闪电编织成一张密网，就悬挂在我们头顶，蓄势待发。核爆之粗的紫色闪电当头打下来，我只感觉目之所及，皆是一片身子。除此之外，浑身上下所有的感官在一瞬间消失了，除了死字，我想不到其他任何。这种感觉似乎只持续了一刹那，但又似乎持续很久很久。听力先恢复了，耳边是空灵而悠远的钟声，铮铮铮铮。什么在响？是争鸣钟吗？怎么还响得没完了？我眼睫颤动，吃力地睁开双眼。天光大亮，我和江江置身一金碧辉煌的殿堂之内，数以千计的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正把我们当两个稀奇玩意瞧着。过了好一会，有人认出我们了。这两位仙友为何瞧着像是2000多年前跳无望台的那两个？这是飞升成功了，这不就意味着我要再次和齐征见面了吗？不过都2000年了，说不定人家早把我忘了，以后就当普通同事相处就行。耳边的钟声仍旧未停，仙家聚集的越来越多，钟声愈发急促，突然发出一道极其尖锐的鸣响，随后炸了，它炸了！超！就在众仙家惊愕到沉默时，一位仙姬过来传话：两位仙家，天帝天后召见，请二位移步九霄殿。到了九霄殿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们不是飞升上仙，那么粗的雷电直接把我们劈成上神了。天帝想给我们神官的职位，但我和江江异口同声地拒绝了。当了神仙还要996，谁这么想不开？天帝扼腕叹息，直言上重天，已经上万年没看见过直接飞升上神的人了。如今一来就是俩，结果还都不愿意当官。但天庭也不可能强迫我们，只好放我们离开。刚转身要走，却看见太子杰芳匆匆赶来，脚步踉跄，衣衫不整。在看见江江的一刹那，他如遭雷劈，震颤地停住脚步，眼眶霎时间红了。江江，他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：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！他扑上来要抱江江，却被他一挥袖子挡开，摔开3丈之外。江江声音冷冽，不带一丝感情：这位仙家，还请自重。太子像是不知道疼似的，只是呆呆地重复江江说的话：这位仙家，还请自重。他的喉头尖涩地动了动：江江，难道你不认得我了？江江冷声道：前尘往事，我早已尽数忘却。太子不愿意相信，固执地说道：江江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啊。江江笑道：我从前不过是蛮荒一狐族，如何敢当仙人之妻？这话是当初桀芳自己说的，你区区蛮荒一狐妖，何敢肖想做无知正妻？当个侧室已经是对你极大的恩典了，你该懂得感恩。他似乎忘了，当初是江江在蛮荒之地救他一命，该感恩的缘该是他自己。江江拉着我的手要走，太子却现出龙角，缓缓站了起来，一股强大的威压朝我们施加过来。江江，我找了你2000年，如今怎么会放你走？我紧紧牵住江江的手，和他并肩站立。这里是天界，眼前是天地之子，可我们不再是从前病弱的凡人和小妖了。就在我们两方蓄势待发之时，天帝一声怒吼：桀芳，退下！太子一怔，眼里满是不甘心。父皇，退下！天帝声音平稳，却充满威慑和压迫。太子身上的气势瞬间消散，整个人霜打得茄子一般，垂着手站到了一边。江江路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压低声音道：江江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江江连个眼神都没给他。从九霄殿出来的一路上，遇到了不少老熟人，从前轻蔑嘲讽的目光，如今都成了忌惮和敬羡，甚至还有人恭敬地朝我们行礼。两位上神，不知天帝封了你们何处就职？我和江江都没理会。这里的人情冷暖，我们在最弱的时候已经体会够了。当年我们被嘲讽愚弄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们说一句话。在将要下界时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生生。我回过头，齐征满身是血，
那张一向干净俊朗的脸上都布满血痕，若不是冰魄枪撑在地上，只怕他会立刻倒地不起。生生，你回来了。眼泪混着鲜血，在他脸上刻出蜿蜒的痕迹。他似乎比从前沧桑了许多，他脸上却在笑。冰魄枪主地，一步步艰难地朝我走过来。生生，我受伤了，过来抱抱我。那一向桀骜的声音，此刻却透露出祈求。可我没有动。他对我或许有些感情，但他从不理会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。我的一切感受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，我只是他的一个血包，一件附属品而已。我在下界也听说过几句有关他的传闻，他们都说战神齐征的妾室自戕，他从此以后疯了一样斩杀各类魔兽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，似乎恨不得把自己都搭进去。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在得到任何的安慰和好处。我今时今日能够被人忌惮，不敢轻慢，是靠我自己2000年日月无休的勤苦修炼，并不是因为他。我错开他，从他身侧走过，没有回头。下界后，我和江江在南国游玩了1年多。我们如今已经是上神之身，终于可以不必再像从前那般担惊受怕。日子过安逸了，便想着安定下来。我们想在南国的水乡买一座宅院。神仙的日子太过清冷，我们还是更喜欢凡间的烟火气。这日正找了个掮客看宅院，却看见了一个老熟人，是秦庄。不知为何，他看上去似乎弱了很多，且面容憔悴，眼神焦虑。他喝退了掮客，目光阴冷地朝我们走来。是你们偷了我的仙骨和内丹？难怪那一日连征明中都如此反常。这一刻，我和江江才恍然大悟，何以我会突然长了仙骨，何以江江的内丹突然长全？原来我不是天生反骨，只是在幼年时期就被人抽走仙骨，而江江的内丹也在幼年时期被人掏走。时隔太久，我已经记不清楚原文是如何描写的，只隐约记得一句：秦庄在16岁那年得到机缘，这机缘竟然是挖去一个人的仙骨，掏去一只小狐狸的内丹。这就是他口口声声所谓的勤于修炼吗？这就是他所说的不靠他人。若不是我们修炼进阶，召唤回了本体仙骨和内丹，只怕他还真能靠着我们的东西，在天界到处鼓吹自己是个努力的天才。江江冷笑道：你的仙骨，你的内丹，好啊，自己来取。秦庄第一招就下了死手，可惜他如今弱不禁风，我只挥了挥衣袖，他就飞出去老远，且半天起不来身。有仙姬从天而降，护在他身侧。大胆，你们敢对太子妃动手？太子妃，我眉毛一挑，所以那位太子庄的情深意重，其实早就娶了秦庄。齐征该不会是求他不得，才拿我当借口自暴自弃吧？真是两个令人作呕的男人。说曹操，曹操道。太子和齐征也突然出现，且护在我们身前，警惕地看着秦庄。我不会再让你伤害生生了。齐征道。你已经有了太子妃的名号，可我心里只有江江才是我的妻。太子道。我和江江无语地对视一眼，所以对这两个人来说，得到了谁，谁就是饭粘子。蚊子血，得不到的才是红白玫瑰。没有人能伤害我们。我开口道：两位，我们需要被人保护的时候早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人。江江从他们身后走出去，踢开几个仙姬，一把掐住秦庄儿的脖子，将他扔进太子怀里。好好看着你夫人，若是他还敢惦记我们的仙骨和内丹，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齐征连忙对我道：生生，我和他不一样，我没有娶妻，我一直等着你回来。我冷吃，等我干嘛？给你当妾？有病吧！你也给我滚，你们仨都滚，好好演你们的燃烧冬天吧。太子带着秦庄儿失魂落魄地离开了，齐征却不死心，他认定自己没有娶妻，没有对不住我，他觉得我们仍有回转的余地。他开始反复地在我身边出现，知道我想过凡人闲适的生活，他就打扮成凡人的模样，帮我砍柴、挑水、洗衣、做饭。我看着心烦，但也无计可施，毕竟是战神，我就算修炼成了上神，恐怕也打不过他。
江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帮你会会他。他让我回避，他单独和他说几句话。我虽然远在城西，耳朵却顺风千里。我听见江江说，齐将军，你对生生似乎真的用情很深。齐征很快地说道，当然，我以为他去世的那几年，我生不如死。既然用情如此之深，为何当年不肯让他做你的正妻？齐征卡住了，许久才支支吾吾地说道，他当年，因为他当年只是一个凡人，你觉得他配不上你，娶她就丢了你战神的颜面，对吗？那么不说当初，如果现在你找到了他，他仍旧是肉体凡胎，你会明媒正娶，让他过门吗？齐征仍旧静默。我举着茶杯，喝不下去。我对他早已没有男女之情，可我为当初的自己感到心酸。我曾经是对他抱有过幻想的，在他与我耳鬓厮磨，用亲昵的低吟喊着生生时，我是动过心的，可也仅仅动心而已。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，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将情感和希望寄托在旁人身上，尤其是男人。江江拍了拍齐征的肩膀，承认吧，你口口声声的爱和感情，甚至没有你的颜面重要。离开这里，不要再来打扰我和生生了。我回去的时候，齐征已经走了，之后许多年都没有再见过他。不过生活在凡间，天界的新闻倒是一桩也没落下。听闻秦庄生下了小天孙，但小天孙的血统却出了问题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原书里还有个男三，是魔君的小儿子。果然没过几天，就听说那小天孙竟有魔族血统，秦庄也光荣地成为天界第一个被休弃的太子妃。他抱着孩子去魔界投奔男三，可惜魔界惧怕天界，根本不敢收留。之后他流落到哪里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太子没有空窗太久，很快又娶了新的太子妃。战神齐征就没这么潇洒了，听说在蛮荒之地斩杀上古魔兽的时候受了重伤，如今虽然还活着，但已经成了废人。江江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他，我抱着刚捡来的小萝卜头，一脸幽怨。姐，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哪有空搭理他啊？江江看了眼手里另一个小萝卜头，也苦笑起来。没办法，自己亲自捡的娃，总得亲自带。俩娃渐渐长大，拜了我们为师。姐姐还有2分天赋，弟弟除了长得白嫩可爱，修仙实在废柴一个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如今不仅能保护自己，也拥有了保护别人的能力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